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昨天呢，这个川普的上任哦，那大家关注到川普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台湾时间凌晨，就是21号的凌晨1点钟，川普宣誓就职。那在台湾时间的昨天下午呢，习近平跟普丁就透过视讯谈话了1小时35分哦，说要因应外部的不确定性。那当然是冲着川普而来嘛，所以中俄的元首通话，那习近平说要携手应对不确定啊。他表示呢，在新的一年呢，愿与普京一道引领中俄关系登高望远哦，中俄关系的稳定性跟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啊。他们谈了什么？谈了川普，谈了乌克兰，也谈了台湾哦。那台湾谈的当然就是俄罗斯坚定支持一中原则哦，也是反对台独的立场。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视讯会议哦，就等于说针对现在目前世界上的几件大事情哦，都做了一些交换意见。当然也可能是看完了川普的一番发表，就是他的就职演说之后呢，可能他们有一些相关的因应，所以就是中俄的这个最高领导人进行了通话。那再来这个川普一上任哦，就立刻开呛普京哦，不是说跟普京很好吗？他说呢，这个他计划要跟普京见面，正在进行相关的安排哦。那这场战争不应该开始的，希望能够尽快结束它。他有信心透过他的交易艺术来促成和平哦。川普认为普京不应该就是不应该造成这样子的战争啦。那普京现在目前处境不佳，战争对于俄罗斯也造成重大的伤害。那俄罗斯并没有达成协议，现在目前面临到了这样子的经济困境嘛。甚至他说，普京如果不上谈判桌，接下来就要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哇，现在目前已经有非常多制裁了，所以还要再用制裁的方式逼俄罗斯来这个谈判吗？那川普说他在电话里面还施压习近平哦，原来前几天的电话他是施压的哦，现在就是又在事后来讲这些话嘛。那你看习近平他说要习近平一起来推动停战哦，要习近平来介入。那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出很多力哦，他就像我们拥有很大的权力，我跟他说你应该要把这件事情搞定，我们真的谈过这件事，讲得好像一副他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上司哦，我叫你要把这件事情搞定哦，就是让大家听了觉得有点啼笑皆非。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欧洲哦，那现在也是那个皮皮唰哦，这个川普就职日哦，对日俄释放了善意。马克宏示警，欧洲是不能够依赖美国的，因为他正式就职之后，普京也发布了一个影片哦，宣布愿意跟美国展开乌克兰局势的对话。那马克宏就说，我们欧盟哦，现在在军事方面不能够继续来仰赖美国。那个川普是随时会退群的哦，所以对于欧洲各国来说，现在大家应该要整合团结哦，就是把这个平台整合起来，而且要合作开发武器这些方式来确保能够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啊。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还讲了一番话，他除了讲了俄乌，除了讲了这个台海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之外，川普现在竟然还透露出来，他跟金正恩，也就是说朝鲜半岛还有这样的一个变数哦。他说北韩不再是威胁哦，公开示爱金正恩。他提到金正恩的关系他说我们关系很良好。他说相信金正恩也会很开心看到他的回归哦。那之前这个南韩的国家情报院就指出，川普可能会在就职之后找机会跟金正恩谈话。他说他对金正恩非常的友善，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处得很好。北韩已经是一个核武国家哦。他说认为金正恩会相当欢迎他重回白宫哦。那这是他对于北韩反而好像是比较友善哦。但讲到南韩就说你看看现在南韩说我乱的人去看看南韩吧，就有点带嘲讽的这个意思哦。而这个尹锡悦
月也是传出有送医的消息哦。本来弹劾案要去这个宪法法院要出庭嘛，结果突然出现了这个健康异常的状况，结束检查之后又回到了首尔看守所。那南韩现在目前代总统也是赶紧跟这个川普联系，希望能够取得通话的这个机会哦。但是这一次呢，其实你看这个川普是没有邀请这个韩国来参加这个他的这个就职典礼的哟，所以是不是美韩的同盟出现变数了呢？川普的2.0时代，美国加强保护主义已然成型，南韩的企业很担心会征收高关税，影响出口贸易而且这个半导体业跟电子产业呢首当其冲，所以现在川普要撤销拜登政府的这个税收抵免，还有产业补助，也是会重创现在南韩的经济啊，真的是内忧外患，对于南韩来说，今年真的是很逆风我们先来问一下大使怎么看？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跟普丁的通话这个时间点选得非常非常的有讯息在里面。就在川普总统这个宣誓就职之后，立刻举行这样一个高层的会谈。事先好像没有说要做这样会谈，对，那也没有说这个双方有什么重大事情讨论。那我想唯一的重大事情就是川普上台，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一个讯号，告诉川普，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密切而友好，在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开诚布公的讨论，然后都会顾及到彼此相互的核心利益。所以呢，这里面都谈到了很多双互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大陆核心利益，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中原则。那普丁也做了重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美国过去的战略学家 Brzezinski 他一直讲的说他说美国最大的这个噩梦的话，梦魇就是中俄联手，怎么样都不要中俄联手。而川普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害者啦，因为今天中俄联手主要的这个伟大的工程师应该是他的前任拜登，所以呢，现在中俄的这个关系。去年的话，整个贸易额几乎将近2500亿，这比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之前几乎成倍的增长。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大陆基本上对俄乌战争是劝和促谈而且并没有选边。而且他也主张就是说，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应该受到尊重啦。那这一点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一开打以后，就公布他对这个俄乌战争这个。将近10点左右的这个基本的态度跟立场，所以等于说是脚步站得很稳，那这个俄罗斯也都可以接受，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中俄之间在这个实际的各种关系改善的幅度很大，其他合作项目也突飞猛进，那还有一个战略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人。我想这是中俄关系里面能够发展这么快最主要原因。所以今天中俄关系到这个高度双方都彼此在重视的关系真正的这个就是美国促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让国际大事三分天下的一个事就变成怎么样？这已经两强结合了。所以事实上，我们从整个大的局面来讲，其实美国留下来的这些空间是他自己可以发挥空间已经缩限的相当的小了。再加上川普本人他又是走这种孤立主义，美国第一，然后呢不让任何人在美国一点便宜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对外的态度的话，我觉得美国就会变成真正它的盟邦体系也会松动之后，然后不能够发挥实际的作用，所以就变成中俄美三强鼎立的情况。那加上中俄联手的话，你觉得美国它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还会有多大？所以呢，我觉得就变成这个基本局势基本上在川普这个开局之年是对川普极为不利的，极为不利。所以在川普，我想他雄心勃勃的说美国要进入到这个所谓黄金时代不知道这个黄金是什么黄金法。那甚至他说美国已经结束了继续这个衰退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不是已经停止衰退？这也是一个问号这也是一个问号。不过就变成就是说，在俄乌战争中，其实川普在他竞选就讲说 China can help，
其实这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怎么会俄乌战争中国大陆立场那么清楚？对，劝和促谈，每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时候，美国都是既不愿意和也不愿意谈的。那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之间差距这么大，那这个时候美国怎么会想到中国大陆扮演一个角色？那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川普，我觉得他这个战略哈，事实上看起来很聪明，可是一个不可行的战略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宣传。在这种重大的国际事务、大国之间的利害交关的事情啊，他用一种宣传的方式来要别人配合他，我觉得基本上有一点太一厢情愿了。我觉得中国是大国，不是他可以随便不是一个他随便可以左右可以主导的一个国家。所以现在我看就是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停火川普跟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已经密切结合了。他本来说24小时，后来现在变100天，再过半年，然后呢，他最近跟川普、跟拜登跟这个普丁又见不了面，所以已经在开始放话了。所以如果说再给他1个月没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们是局外人啦，可是美国的民主党不会放过他的。好，请教顺峰哥。这样的，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个问题。第一个，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乌克兰的命运谁来决定？是美国、俄罗斯，现在加上了一个遥远的东方的中国，跟乌克兰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他的命运明显的，当这3个国家谈好的时候，他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台湾呢？台湾面对的这样子一个世界的大国的局势，我们要怎么办？如同当年的乌克兰去紧抱美国的大腿，今天还要再抱下去吗？我们能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吗？第二个，长期以来为了抗中保台，所以必须要贬中，必须要污蔑中国，必须要羞辱中国，就必须要黑中国，因为这样子才有抗中保台的所谓的能量嘛。但是今天的国际大势明显的告诉你，中国不是台湾这些1450，不是这些民进党的侧翼所在那边鬼扯，中国大陆就会衰落的。也很明白的一件事情，怎么办？必须要有中国介入的国际问题才能够做一个解决。当美国需要中国来做一个解决的时候，那台湾又该怎么办呢？好像大家现在又故意忘记了这一件事。这第3个，我们可以看到出来，这一次在美国总统发表了谈话之后，那么俄罗斯跟中国就是普丁跟这一个习近平即刻举行长时间的视频会议。各位，这个不会是昨天听完以后才决定的，这一定是极早以前他们就做了沙盘推演。假如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应该怎么办？假如出现什么情况，因为两边的幕僚人员不会让2个领导人，然后在视频上没有准备的就开始合个言而至起来了。这一定有一定的剧本要去表达的什么？换言之，在俄罗斯也罢，在中国大陆也罢，面对美国川普的就任，他们做了实质的 A 案、B 案、C 案、D 案各种方案的选择，而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里来看，在3强的情况下，2+3呢，真的会小于1吗？2+3势必是大于1，这就是今天这一个呢，川普必须面对的现实。各位都可以再进一步再看到一件事，川普说：“我100天内我想访问中国。”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就用行动来告诉美国，不要来意图破坏中俄之间的关系。中俄的立场明白的告诉你，我们是 buddy。那你呢，在这里要做些什么？让我来看你的回应吧。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中俄2国也在向美国展现了一个态度：要么3个人面对，好好的来解决，不要想用挖墙脚的方式然后让你有机可乘。
这种事不会发生。一个中俄有准备对付美国的博弈，一个中俄表态不让美国能够趁虚而入能够挖墙脚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展现出来的一个国际大势的情况呢，是2+3一定大于1。在这里，所有对普京的威胁也好，所有要意图解决今天川普所要说的24小时已经过去了，100天要解决的问题，势必须面对俄罗斯加上中国所展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力道。好，来请教舰长。昨天那个普丁跟习近平主席的这一个视讯会谈谈了3个问题，刚刚主持人已经讲过了，那我就不在这边赘述。不过我们再回想一下，也在1月17号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跟川普2个人也进行了电话的那个会谈，是不是也同样谈了这3个问题？答案就是这样，也谈了这3个问题。中间其实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另外一个重叠的就是台湾问题。那习近平主席当初跟川普总统在讨论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就是中美之间难免2大国之间会有一些分歧那但是在于尊重彼此的一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跟办法。台湾问题就是关乎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问题。我们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了吗？那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已经很少看到泽伦斯基，可是泽伦斯基走另外一条路，他走了一条什么路呢？他其实以 CNN 在不到2个小时之前所发的新闻来讲，他的说法叫做奉承川普，也就是说呢，在今年的年度贺词里面，泽伦斯基是这么讲的，他毫不怀疑美国新总统愿意并且有能力实现和平，并结束普丁的侵略。其实这就是一种我们讲到说奉承，而他的这种他在文章里面他在新闻里面还特别引述了说这个概念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去年的12月14号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里面是怎么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呢，他讲说哄骗、恳求与奉承，乌克兰向川普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是1个月前了，他说乌克兰官员尽全力的将当选的川普总统拉到自己的角落，试图的找到自己的地位。可是这边重要的讲到什么？讲到说，川普以交易的方式，称该国的自然资源丰富，可以支持川普希望推动的美国产业。这里讲到了什么？钴、石墨以及各种关键产业储量达到11.5兆美元。意思是什么？他们已经准备把乌克兰卖掉了，卖给谁？卖给美国。我们刚刚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卖的？我们台湾有我们刚刚讲到的钴吗？石墨吗？关键产业吗？我们只有一个，叫做台积电。现在台积电走，不是台积电一家公司，是整个产业走了，是不是？蔡英文前总统以及现任总统，你们都知道，你们都默许。那我想请问，我们的下一代靠什么继续过日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川普上任，其实牵动到这个中美俄这个3个世界大国的一个大布局时间来还原一下1月17号的时候，就在川普就职前3天，他其实就是习近平跟川普就有一通电话，双方通了电话，也就是中美双方大家想说是不是释放出来可以谈的一个讯号那21号的时间，台湾时间21号凌晨1点钟，川普的就职
典礼，韩正也出席了。那同时，韩正也跟这一个范斯也有一些见面，并且转达了习近平的问候。但是呢，也在昨天台湾时间的下午这个习普通话了95分钟，也就是现在中美俄都在这个等于说关键时间点开始有一些动作出现，也会牵动到接下来全球甚至是说印太地区的一个军事上的布局那首先来看一下，是不是川普的清算率先在他们的这个美国国内展开？他的整肃已经开始美国海岸的防卫队司令这个61岁的法根，她是在2022年获得拜登总统提名的，她也是第一位女性司令，也是美国6大军种的第一位女性首长那她现在就被解职啊，她被控缺失包含了没有办法解决边境安全问题啊，在招募留营方面的领导能力不足，还有采购破冰船、直升机这些装备时候管理不善所以呢，后来她就是现在被解职啦，也就是川普不要用拜登的人，这非常显著的一个讯号。再来就是曾经得罪过川普的人，都要小心了。比方说密利，这个美国国防部罕见撤下前参谋首长密利的肖像就他在就任3小时，该报的仇、该算的账第一时间他就第一天通通要搞定比方说，拜登的这个行政法案，哇，一下子将近80个法案全部通通都把它给废止了。那密利也是在他清算名单当中吗？没想到他对密利恨这么深竟然要赶快移除他的肖像画。那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2021年的9月。那当时呢，其实密利其实至少2度背着白宫私底下致电这个解放军参谋长李作成。那这个密利呢，不仅屡次担保说美国没有要向中国开战的意图甚至个人还向李作成上将承诺，假若川普真的要向中方动武的话，一定会提前通知，不致让你措手不及啊。对于川普来说，这可能不是他可以接受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通通去偷风报信呢？所以原来他恨得那么深呢，因为我们本来都只是觉得说，这只是在这本书里面，恐惧这一本书曝光了这个消息那这个川普甚至在这个消息曝光之后，还发了声明稿说，从没打算要攻打中国啊，谴责密利这个行为若是属实，等同叛国，所以很气啊。那密利的肖像在他上任之后还要被拔掉那还有他就职之后首篇贴文宣布解雇4位前朝官员而且要砍1000位公务员，这恐怕还只是第一波而已。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次他的这个就职典礼也让大家嗅到不一样的这改朝换代的这个意味。接下来全球可能要这个右翼抬头了，他的座上宾大洗牌我们看到这个香港01的一个报道，他打破传统，邀请了国外的领导人来参加就职典礼令人很意外，就是过去那些所谓美国的亲密盟友们，日韩都没有被邀请反倒是谁被邀请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被邀请，但是你盟友至少要邀请嘛，没有邀请但是被邀请的是极右翼的政治人物，比方说像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比方说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伊，还有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奥班，这都是极右翼的政治人物而且盟友不被邀请不说他主要邀请的其实包含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印度总理的莫迪，都是他主要的邀请对象。跟过去拜登的做法非常的不一样那当然后来这个习近平并没有参加，是派出了韩正。那印度是派出了外长苏杰生去参加了就职仪式那所以现在这个乱世，人家讲说恐怕是乱世强人领导的一个时代了嘛。川普的时代就是仇恨的年代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现在全球战乱不断，乱世求强人所以呢，中间偏左或是这个偏右的领导人都不符合期待，要极右翼的政客才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所以现在开始这个全球都吹起极右翼的这个风潮嘛，就是这样子强人领导。还有呢，大家在关注Quad也在举行这也算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场的外交活动。那他们现在目前是讲说，盟友还是保持合作，但是拜登的Quad还能够存在多久，很难说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
对，我觉得就是说，川普真的是这个执行率很高。他在这个竞选过程中，他过去4年多讲了很多话，说要做很多事。他上任第一天他都开始做了。那这些他颁布了78个命令，行政命令，很多是有的是推翻前人的，有些是什么呢？有些是一些新的作为，主要集中在几点啦。第一个就是要所谓的驱逐这一些非法移民，然后重整这个边界，所以这是一类的。另外一类就是有关意识形态上面的那第三个就是整肃，他整肃，所以呢，他的整肃，川普本身也在整肃。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怎么讲呢？他的这个手下大将，马斯克。他成立的这个政府效能委员会已经马斯克已经登出第一个要裁掉的一个机构已经上榜了网站已经不见了，网站已经不见了，要把这个机构裁掉。那另外一方面，川普也除了就是说把这些他特别不喜欢的，像米勒这些人都列出来了，米勒的照片还被拿掉，对，可是米勒的名单已经在前几天已经被川普公布了。川普那个名单公布在他的Truth Social里面写的蛮有趣的，他说为了省钱也要不要省麻烦我公告请大家不要这个举荐曾经与下列10个人有过共事及跟被这些人所保举的任何人士给我死亡笔记本。对，那这个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比那个岩石还笨的那个John Bolton 波顿，这个波顿原来川普这么讨厌他，可是为什么跑到台湾来受到这个好像 VIP 的待遇？那还有谁呢？还有前一阵子才跑到台湾来，还跟我们这个赖清德见面握手言欢的美国前副总统彭斯，还有一个也到台湾来，这受到贵宾级待遇的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Nikki Haley 他还在前面说，这个 Nikki Haley 是什么？他说是 bird brain， 鸟脑袋，鸟的全身都很大，就是头特别小，所以脑也特别小，就对了，就是无脑。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川普真的是一个怎么讲，爱憎分明了，而且呢，他也不藏在心里。他不但要讲出来，就跟那天在就职典礼演说里面羞辱在场的拜登一样，他还要采取行动。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川普讨厌的人，不要把他请到台湾来吃香喝辣的。你这样是跟川普较正吗？我们是不是反过来要恭喜密利？可能赖清德快要邀请你了，他要集满10个，我们问一下顺峰哥。这大使刚刚介绍那很有趣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现在决定世界的这3大国，美中俄这3大国来看，那中美团购化了，那中俄也对过焦了，可是呢，俄美还没有对过焦。俄美的，所以这里面还缺这一块再没有对好那这3国之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中美跟中俄的关系。这里我还是在强调上一节我讲过的话，台湾必须正视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要再自己在欺骗自己，不要自己在那边讲用自我的想象，中国大陆会垮会衰，那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等等，这一些蠢人的蠢话，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鸟脑有没有？青鸟的鸟脑就不要再发挥作用了，因为你是跟世界的认知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第二个呢，就是他对于前参谋总长这个米利的一个作为我们今天从美国宪政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平常心讲，这一个将军是做错了，因为在美国是由政治人物来决定，那军队呢是执行政治人物的决定，这个叫做我们常常讲叫做文人领军，这是一个美国宪政体制文武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军人的最高的首领，怎么可以没有透过总统的容许下去跟对方的军方
去讲这些话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愿意讲这些话，我们觉得很高兴。但是从美国的宪政角度来看，说这些话是失格的，而且当这些文字以书本的形式白纸黑字出现的时候，那没有任何的去辩驳，或者没有任何的去做进一步的解释。今天呢，或许我们认为这是川普好像在做总清算。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就美国的宪政体制对文人领导军人的角度的角色来看，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否则的话，军人凌驾于文人之上啊，那是会出现大大的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就职典礼，邀请所有的盟邦，并不是他的惯例。可是到现在为止，我平常心讲啊，对于他邀请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统合出来。他的只要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我要干什么嘛？他好像找不到为什么是这些人，是吧？我到他的朋友圈而已。不是这朋友圈，这些应该也不是他什么多好的朋友啊。这里面我是一个问号。最后我只是这样说：当韩正去的时候，在这一次的就职典礼，他现在见到的人，至少到今天为止看到的只是分析。那假若从此以后韩正就结束了这个任务就回来的话，那依照这样子的处理，将来美国总统以下的人要到中国大陆访问，再见到这个国家主席的几率可能会有问题。OK， 好，来请教舰长。马克宏啊，他警告说啊，那个欧洲不能只仰赖美军的装备啊。那我想请问，要依赖谁吗？依赖法国吗？对了，马克宏就是要我们这么想啊。也就是，其实，在俄乌战争的过程当中啊，法国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装备。现在大家都已经在为战后做打算，所以马克宏想要继续的推他的一个战略自主的一个战略啊，也就是欧洲的那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除了那个就是说自己管自己。你美国不要来插手，我们自己买自己的武器，不要一天到晚都去买美国的装备。为什么？因为都买美国的装备的结果，就是美国赚大钱，然后美国还透过这个来操纵我们的一个外交的现况啊。那这是我们谈到的俄乌战争啊。不过呢，我们再提及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啊，川普他的就职演说中间。最引人注目，也就是最响亮的是什么？也就是他对于乌克兰的沉默。所以我们想一想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至于米利的部分呢？米利当然，诚如刚刚我们盛峰老师讲的，当一个军人不应该，可是就是不应该私底下的去跟他国的元首来进行一些沟通。可是他真正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的也就是川普假戏真做啊。那个时候，那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等会会讲得很清楚啊。也就是说，那个米利他跟解放军的参谋长李作成谈话，他为什么要指明跟这个人谈话呢？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也就是说，美国绝对没有打算要跟中国作战。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南海的水下发生了可能的冲突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后来被那个解放军啊写成了一篇论文。那在登载在舰船电子对抗里面，他特别讲到了 P8A 反潜巡逻机的一个声纳浮标战术啊。这个声纳浮标战术里面，那解放军怎么知道的？因为解放军是跟美军对抗的啊。那在这个对抗之中呢，他其实这一篇论文它是有附图的，那附图也就是代表这个是我们台湾，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也就在我们的那个东沙的南边的这一块，其实那个出现了3架的那个 P8A， 然后在这边那个进行这种我们谈到刚刚讲到的声纳浮标作战，那你声纳浮标作战下面就是有潜舰了，所以其实米利是怕
那个川普弄假为真啊。那这一篇论文呢，其实它的真正的重要在哪里？也就是如果我们透过一连串的这些论文爬书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刘东青其实他是这个项目的领导，然后这个任善科呢，其实他是电子攻击的专家，然后这个江磊呢，他是信号处理的专家，然后这一个孙成刚呢，他其实是信号模拟与调变。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篇论文一时之最，他为什么要讲这么清楚？因为他也要帮米粒澄清，那个时候几乎一触即发。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昨天才有一些媒体在讲说，好像这个川普第一波的关税没有针对中国大陆哦，马上紧接着才上任一天哦，他就现在开始又要挥刀啦，说2月1号啊，除了对加拿大、墨西哥之外，中国大陆也同样要加征10%的关税哦，但是就不是他之前讲的60%了呀，左右挥刀。另一方面，这个 TikTok 不是说要让他续命吗？结果续命还带条件哦，就说美国公司也就是说来自美国应该要拥有 TikTok 一半的股权哦。那如果遭到拒绝的话，他不排除一路调高对于中国的课征关税到100%，哇，又威胁上了。所以这种感觉就好没有个一天呢，马上就开始出招了。这个 CNN 就讲说，川普即使签了行政命令啊 ，TikTok 在美国最终的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目前还不太清楚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否想要出售给买家，怎么会不确定呢？不是已经拒绝过了吗？那所以他说这个是川普斡旋的一个交易哦。但是呢，中国大陆这个外交部也回应了，他说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倾听理性的声音哦，为各国市场的主体在美国经营提供公平开放，然后公正啊这些相关的营商环境。那到底这个所谓的美国公司应该要拥有一半股权，它属于哪一家呢？原来是他，我们来听听。Are you open to Elon buying TikTok? I would be if he wanted to buy it. Have you discussed it with Larry Ellison? I'd like Larry to buy it too. It's worthless if it doesn't get a permit. It's not like, oh, you can take the U.S. The whole thing is worthless. With a permit, it's worth like $1 trillion. So what I'm thinking about saying to somebody is buy it and give half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lf, and we'll give you the permit. 对，换句话说，如果是马斯克要买的话，我 OK 哦，那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哦？就是他也想要能够掌握到 TikTok。那其实据报道啊，说去年其实马斯克有跟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也就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有进行会晤哦。川普的就职好像在谈一笔大生意啊，这个香港01有这样的报道。他说呢，就是他以这个续命 TikTok 作为筹码，但是反过来他可能要的价码是什么呢？就是 X 可不可以落地到中国大陆，以及他自己的 True Social 是不是也可以到中国大陆来落地哦？这可能是他一方面的生意，另外一方面的生意，他可能算盘更大了，就是他想要作为新媒体的掌控者吗？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 X 就是在马斯克手上嘛，换句话说就是在川普的手上。再来，现在祖克伯，也就是 Meta 集团旗下的这个 Facebook、Threads 跟 Instagram， 现在等于也向他投诚了嘛。新媒体这几大家已经握在他手上，还包含了这个 Bezos 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哦。那 TikTok 如果能够再拿下的话，哇，新媒体全部都是他的发话权了。原来他打的算盘是这么大的一个局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马斯克在2022年3月的时候收购了这个 X 之后呢，那这一次 X 其实也是蛮主力在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推动哦。那没想到 TikTok 也是成为他这个让他当选的一波主力哦，所以他很想要拿下这个 TikTok。那祖克伯之前就有承认啊，就说其实拜登政府曾经施压 Meta 要来审查言论，现在准备好反击了，也就是他现在已经是全然变成川普战队了。那川普就职之后 ，IG 也就是这个 Instagram， 祖克伯 Meta 集团立刻做了一件事情，你看看啊，他说
立刻把民主党列成了敏感词，马上对对手开始打击了哟。所以他接下来希望，如果 TikTok 想要留在美国的话，也必须是要这个信仰这个共和党的，也就是要信仰川普的，他能够有控制权的才能够留下来。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目前川普凭了一己之力让 TikTok 起死回生哦。那停止14个小时之后，抖音其实现在跟这个川普的关系也是拉得挺近，就说啊，感谢恢复这个美国的服务，谢谢川普。但抖音也不想要跟川普搞坏关系。那 TikTok 这一次就是最大的一个浮选助力哦，川普的热度在 TikTok 上面是高出贺锦丽将近1倍左右哦。那但是反过来，你看这一次加州哦的这个场大火，真的也是重创了民主党。那透过了这些媒体传播出去哦，好像接下来4年之后要来挑战共和党的人选，是不是也在这一波新媒体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感觉上面好像这个赢面一直直落呢。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介老师怎么看？其实 TikTok 这个事情，我认为基本上都已经讲好了，我觉得应该不会变了。因为所谓的美国公司跟这个中国公司啊，各占1半股权嘛，对啊，就是 50-50 嘛。川普在答记者说啊，这个叫 joint venture 啊，他问那个记者懂不懂什么叫 joint venture， 就是合资嘛啊。那他认为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安排啦。那事实上有没有问题呢？我看是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ikTok 这个公司哈，它最大股东是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在这个 TikTok 这个公司里面啊，有39%的股权，所以它是最大的股权拥有者。第二大股权拥有者是美国的红杉资本公司，拥有大概是13%左右，13%左右的股权。那就中国大陆就是光一个字节跳动就是39%嘛哈。那美国的公司是第二大的，这个红杉公司。那他从他的第3到10啊，第2超第10的持股人啊排名啊，就是股东都是以他的持股大小来面，这里面有5家公司是美国公司。所以呢，现在问题可能啊，就是说啊，可能是欧洲要不要让步的问题啊。因为这也有非美国、非中国的资本在里面啊。那这些资本它是不是？因为中国资本跟美国资本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川普的意思就只有美国跟中国有这个意思，说其他非中国、美国以外的这些机构投资人也好，私人也好，你不能也有太多的资本，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问题不大，因为字节跳动也不过就39.1%，对，它最大股东嘛，所以要达到 50-50， 我觉得很快就可以瞧出来。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周受资也不会去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了。对，而且川普借那个机会宣布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讲话里面还是有一些弹性的啊，他就是 50-50， 他没有要讲到中国大陆禁止把这个TikTok 出售，最主要原因就是演算法的公开。演算法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些是中国在这个有关这个软体这个是社群平台啊，这是一个具有这个高度保护价值的一个这种商业机密，所以既然没有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演算法公开或者怎么样，由美国把无偿拿到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也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就股权结构来讲，这个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如果真的会有问题的话，你放心好了，川普还会让步，因为这个TikTok 留在美国最大的受益人是川普本人，对，所以呢，川普会想尽办法让他留下来的。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说实话，它有全世界有20亿用户，美国虽然很了不起1.7亿，对。如果说你一定要要 TikTok 弄得没有办法过关的话 ，TikTok 即使离开美国损失也是有限的。那而且另外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 TikTok 还是英文的软体，那叫你美国的年轻人都来上小红书的话，对中国大陆好处更大吧？好，我们来问一下申峰哥。这样子这个19号最后的界限到达之前，TikTok 主动关掉。对。这个主动关的意义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跟川普政府之间有什么样的协商，
这是一回事，我们没有看到公开，不知道。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就在19号前我就把它停掉，我就等于很明白的告诉你，停就停，我无所谓嘛，这很重要啊。因为你停掉了之后，那我就顺水推舟，就不让你恢复，你又能讲什么？是你自己停掉的嘛，是吧？所以当我的停掉，一个是我可能有这个协商，另外一个就代表我在商业上，我认为我不要了，你怎么办？结果呢，现在变成了美国说我还是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TikTok 在整个的商业谈判里，在我的看法里，他已经占了上风了，因为我不要嘛。你说我还要嘛？所以不管事先有没有协商，他已经占了上风了。那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民主政治里面很现实的问题——选票。因为美国现在有上百万人是靠着 TikTok 在过日子的，在做各种销售啊，做各种生意的往来。当这个停止的时候，那你等于剥夺了这么多人的生活饭碗。你想想看。一个政府的政策让上百万人失去了饭碗，这个在选举上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 TikTok 在19号以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一个问题大家必须要去面对啊。好，第二个呢，就来看，大家都讲自由民主必须要维持一个自由的媒体，是维持一个独立的媒体，因为它是民主政治的第4权，这是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背到现在的。但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告诉你，在台湾叫党政军退出学校，然后民进党进去嘛。那现在一样啊，我们要维持媒体的公正跟平等，可是每一个政客、每一个政党都在抢对自己有利的平台。所以民主政治发展到这里，我讲异化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异化而没有办法改革的民主政治，将来是没有能力。站在别人的面前法相庄严的说，我是大家的灯塔，请你跟我来，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通通都违背了当年你告诉我们的那个基本价值。好，来请教舰长。刚刚盛峰老师讲的，也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民主、自由、开放。可是呢，我们从刚刚的2则的新闻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都是假象。第一个，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26号的时候，佐克伯他也就是 IG 跟 FB 的老板啊，他自己都承认了，也就是拜登政府曾在疫情期间向他施压，然后如果再发生的话，他已经准备好反击了。他反击的方式就是$100万，然后直接的参加川普的就职的典礼啊，绝地反击。对，这就是他的反击方式啊。而且呢，另外一个反击方式是什么？也就是IG 上面也就是昨天啊，在很短暂的一个时间里面啊，他找不到民主党的这个字，他说：“哎呀，我们发现这个错误啊。”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一些。社群媒体从来就一直在控制我们的言论，不是吗？那想一想，有些言论为什么在 YouTube 可以，有些言论在 YouTube 不可以？其实都取决于政治态度。那我们刚刚还有另外提到一个小红书啊，那小红书呢，其实我们把另外一件事放进来看。也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当初的这个 TikTok 的网红，全部都去小红书